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嘅題目係強而有力嘅大學申請個人陳述嘅基要策略。考入大學固然成績係最重要啦，但係點樣能夠有效咁樣去彰顯自己嘅長處，充分表達到個人嘅優勢，亦都係一個重要嘅關鍵。忽略咗呢個環節咧，將會終身抱憾。如果仍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按訂閱，而且按埋下邊嗰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信息啦。更加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讚好、分享俾朋友，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多謝你。喺整個大學嘅申請程序之中，個人陳述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其他嘅 admission essays 呢，的確係最困難嘅，因為對於一個17歲嘅中學生嚟講呢，呢個可以話係一個 unknown 嘅一關。點解入學論文對於17歲嘅申請者嚟講係一個未知嘅未知呢？因為佢哋大多缺乏經驗，唔熟悉呢啲論文呢係點樣去需要有一個反思性嘅寫作程度要求嘅。佢哋亦都唔知道評估嘅準則同埋期望。喺個人洞察力方面，佢哋可能冇辦法去理解或者有效咁表達到個人成長同埋佢哋嘅價值觀。而喺說服招生委員會嘅策略方面呢，佢哋都係冇經驗嘅。最後佢哋或許呢係未能夠意識到呢啲論文喺大學入學同埋未來機會之中發揮嘅重要作用。所以今集嘅內容極為重要。如果你唔認同入學文章嘅重要性呢，冇錯，可能你申請嘅學校呢或者課程根本冇需要遞交呢啲個人嘅陳述。咁所以呢，呢個議題對於你嚟講呢係冇意義嘅。以前 Coach 都提過，有啲學校咧係要錢唔要人，有啲學校咧係要人唔要錢嘅。你哋自己諗一諗，就會心照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噶啦。今集嘅內容有個人陳述嘅內容、評核準則、應該採用嘅語調，同埋最後必須避免嘅錯誤。喺內容方面呢，我哋可以用一啲反思性嘅問題，咁就有助於你去收集一啲自己嘅睇法，跟住呢就去組織一啲內容嘅骨幹。呢啲問題呢，包括有第一係有關個人嘅身份同埋背景，你可唔可以用3個字嚟形容自己呢？你嘅家庭文化或者社區點樣塑造咗今日嘅你呢？你嘅熱情同埋興趣方面，究竟你有邊啲係你熱衷嘅活動或者主題呢？點解你對於呢啲領域有興趣啊？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你有冇啲重要嘅經歷？你克服過點樣嘅挑戰或者障礙呢？你從呢啲經驗之中學到啲乜嘢？討論對你特別有意義嘅 project， 點解佢哋重要呢？你為咩想讀嗰個領域嘅學科呢？點解你感到興趣啊？你嘅教育或者職業目標係啲乜嘢？你申請嘅大學點樣能夠幫助你實現你嘅目標呢？喺個人嘅成長同埋見解方面，你可唔可以描述對於某一個問題嘅睇法，或者發生重大變化嘅一次經驗係乜嘢促使你改變呢？你最重要嘅價值觀或者係教訓係乜嘢呢？佢哋點樣能夠掌管或者指導你嘅決定同埋行動呢？你會為大學社群帶嚟一啲點樣獨特嘅觀點或者經驗？除咗追求學術之外，你點樣睇自己對於校園生活嘅奉獻呢？你有咩未來景願？喺10年之後，你對自己有咩睇法呢？你就讀呢間大學點樣能夠幫助你實現呢個目標？你希望對世界產生啲咩影響呢？跟住我嚟頭睇下招生委員會呢係用一啲咩嘅評核標準去睇你嘅文章㗎。第一，佢哋尋找內容係清晰連貫、語法正確、有效傳達想法嘅一啲文章，有真實性啦，用自己嘅聲音去書寫。如果你覺得唔自然呢，可能你嘅語調呢係用錯咗啦。佢哋想揾一啲有內容、組織良好嘅論文，清晰嘅引言即 introduction、正文同埋結論，邏輯上邊係合理嘅發展，亦都係有真實嘅敘述。佢哋尋求一啲反思、洞察力同埋經驗，去展示一啲自我意識同埋個人嘅成長得着，需要真誠咁樣去分享你嘅個人感受。佢哋亦都會揾點解你去選擇嗰個課程，亦都要知道你嘅期望同大學嘅課程設計係有一致性嘅。
其次就係原創性啦，佢哋會睇下你有獨特嘅視覺，同埋你嘅思維係咪有創新嘅意念。佢哋會睇你論文討論嘅主題有咩能夠令你係有熱情呢，亦都會睇下你對校園會有啲咩積極嘅影響。最後就係佢哋會展示對一個公平嘅承諾啦 ，equity。如果你能夠分享簡潔嘅例子，說明你嘅個人挑戰同埋包容性，亦都反思呢一啲對你將來喺大學裏邊有咩影響。俾大家一啲編輯技巧嘅提示啊！第一個好簡單啫，大聲朗讀，你就會聽到自己嘅文章有啲咩問題啦。尋求人哋俾一啲回應你，千祈咧就唔好所託非人。我以前都講過噶啦，嗰個人有冇資格去俾你一啲建設性嘅評價呢？其中同學咧將會係最壞嘅選擇，因為佢哋冇辦法超越到佢哋自己係一個大約17歲一個中學程度俾到你嘅評語。最後係比你想象中要經過好多次嘅修改，先至能夠達至一個理想嘅程度嘅。需要平衡一個真實性同埋策略性嘅寫法，需要有一個自我反思，要花好多時間睇下你嘅個人陳述反映嘅係唔係你自己，亦都忠於自己嘅聲音表達嘅形式，呢個有助於你傳達自我嘅真實個性，同埋能夠引起讀者嘅共鳴。最緊要係要表達一個正面，唔容易放棄一個韌性。咁我哋究竟要用一啲咩嘅語調呢？第一，用一個好似交談但係語帶莊重嘅形式去寫。第二，要保持清晰同埋簡單嘅用語，唔可以揀一啲故作複雜嘅詞語。第三，係要描述性具備多啲嘅細節咧，就令到你嘅描述可以生動同埋感人啦。第四，謙虛同埋成熟，展示你個人嘅成長咧係好重要嘅，亦都要記得你嘅成就咧係要多謝好多為你作出貢獻同埋幫助嘅人嘅。第五，係體現深思熟慮同埋洞察力，展示你嘅價值觀同埋反思嘅能力。第六，係用一啲主動嘅語態同埋直接有力嘅用字。第七，一個樂觀嘅正面嘅用語，表示到你積極性同埋一個學習嘅動力。第八，就係保持真實同埋真誠，記得自己嘅真正嘅身份，唔需要去模仿其他人，或者去假意塑造一個你認為會感動到招生委員會嘅一個形象出嚟。要避免嘅字句或者用語，一啲好陳腔濫調或者我哋話即係老土嘅字啊，例如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或者 only time will tell 呢啲嘅短語咧，令你嘅寫作缺乏原創性啊，同埋好懶惰隨口而出咁樣。盡量就唔好用一啲過複雜嘅字眼或者一啲流行嘅用語，一啲 jargon 啦。例如你可以用 use 就唔好用 utilize 呢個字，用 help 就唔好用 facilitate， 咁係更加直接嘅。另外要避免一啲負面字句，例如 I hate 或者 I can't， 咁你應該咧就用正面嘅去寫嘅。例如 I hate when things go wrong， 咁你應該話咧 I've learned to approach challenges with resilience， 我學習到面對挑戰嘅時候咧係用一個韌性去對抗嘅。一啲模糊嘅用字啦，例如 kind of、sort of 呢啲嘅短語咧，就削弱咗你嘅內容噶，同埋咧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咧應該要減少啦，唔好用一啲多餘重複嘅字，例如 join together 就應該用 join，future plans 就應該用 plans， 咁就得啦。至於個語氣方面呢，就唔好過於隨意。你要寫嘅時候，好似當你係寫俾一個值得尊敬嘅老師嘅態度嚟到寫。第二，千祈唔好過於自吹自擂，好傲慢啊！有啲人以為咁樣係代表 sell 自己，其實呢就令到自己好肉酸嘅。跟住呢，就係唔需要過分謙虛，喺呢個時候謙虛呢，就會顯得虛偽同埋缺乏自信，應該係有說服力，亦都要維護自己嘅自尊。10個常犯嘅陷阱係啲乜嘢呢？第一，缺乏焦點，講來講去都唔知佢講緊啲咩主題或者離題。
第二，重複咗你履歷嘅項目，忽略咗題目嘅一啲提示或者佢哋要求你作答嘅內容。第四就係過度使用一啲引言 quotation， 因為 quotation 係人哋講嘅嘢，你不如自己講仲好啦。第五，試圖用一啲好複雜嘅詞彙、好堆砌嘅字眼，希望俾人一啲深刻嘅印象，其實呢個係適得其反嘅。另外一啲陷阱就係忽略咗你嗰個文章咧，係需要一個引言同埋結論嘅，即係個 introduction 同埋 conclusion 嘅。第七就係太籠統、太簡單。第八係一個冇反思嘅內容。第九，忽略咗編輯同埋校對嘅重要性。第十就係偏離咗真實嘅事件。重溫下今集嘅重點啊！第一，要保持專注同埋相關，即係唔好離題，同埋講埋晒啲無謂嘅枝節。第二，展示同埋舉例說明，而唔係一味去講述嘅，要舉例。第三，要自我反思，呢個我發現大部分學生都冇嘅。第四，保持清晰嘅結構。第五，使用適當嘅語氣同埋選字。第六，根據題目去修改你嘅論文，唔好寫一篇論文呢就交晒俾咁多間學校。第七，係徹底嘅編輯同埋修改，俾你一個概念啊，起碼要修改50次以上嘅。第八，嗰篇文章係要俾讀者留下一個持久嘅印象。多謝大家收睇今集講論文嘅一啲基本嘅策略。其實整個過程呢係要花超過半年去準備嘅。如果你只係用2個星期去準備呢，呢個就注定失敗啦，將自己嘅優勢呢都埋沒咗，咁你一定會後悔噶。如果你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幫助我哋呢個頻道能夠持續發展。多謝你。